八柱陵园是位于千叶县松户市东端的公园墓地。在日本不可思议的是，随处都可以看到墓地，而且就在居民区。因为这个视频有关于墓地的内容，以及有聊到生死之类的事，所以如果心理上接受不了的话，观看可以到此为止。今天就来看一下日本的一个规模很大的墓地——八柱陵园。先说一下日本为什么把墓地建在居民区吧。据说日本并不是自古就把坟墓建在住宅旁的，只是这些坟墓在很早以前就有的。那时候坟墓周围只有寺庙，没有居民的。后来人口增加，居民区扩大到了这里。但是由于坟墓是私人财产，日本政府也不能强迁，更不能平坟，所以一直就这么保留下来了。从门口到墓地有一段距离，大概700米左右的深道，多有得罪了。这里是一个地图，可以看到这个墓地是很大的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到了，其实没有感觉太大的不一样，感觉这里其实和公园差不多，还有人在这里散步、遛狗呢。在道路的两边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许多的石头。对，正是这些石头，也许才是人的最终的归宿。无论贫穷、富有、美貌、丑陋、智慧、愚蠢，留下了的也许只有冰冷的石头而已。在这里看到的是现在，也看到的是过去，甚至于看到了将来。在若干年以后，一个活生生的人也会像这样化作一块石头，在这样的墓地里告诉人们他，或者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。那么人除了石头，还能在这世界上留下点别的东西吗？我曾经看过周总理的东京日记，那是100多年前周总理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写下的日记。看着100多年前的日记，也能了解到他以前的事迹和想法，再去看看周总理曾经去过的地方，也是一种有趣的事情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周总理在这世界上留下了日记，可以让我们这些后人缅怀、追寻。如果周总理出生在当代，也许也会通过自媒体的方式，而不是仅仅通过写一些日记来记录一些事情吧。人的寿命也就几十年，但是视频的寿命可能会存在这个世界上很久，所以这也许是本频道创立的原因吧。一是向周总理学习，记录当下的一些事情；二是给后人留下点有用的东西。正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多了解一些事情，并将它记录下来，就好像栽了一棵小树一样。虽然也许栽的树很微小，也许后来的人看到的话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。据说这里有很多名人。青峰会好像是一个养老院组织。这个人貌似不一般，还做了雕像。这个应该是教会的墓地。的确是非常多，骑车转了很久都没有转完。这里应该是一个中国人的墓地。这里的确是一个可以让人思考人生的地方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观看。